当你在绝望或者是失去希望的时候，是不是人生就垮了？是不是一切都垮了？我这边是一个谈酒的频道，我并不是要讲这个心灵鸡汤的事情啊。我延续昨天的话题，继续来谈所谓的酒魄、酒糟的这种东西。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天地人啊，天地人，餐桌上是餐酒人，餐酒真的是很简单的事情。你可以有很好的选择的餐，很好的酒，但是人往往是最困难的，即便是家人也是一样啊。因为有人不吃这个，有人不喝这个，所以你在餐桌上很难得到一个完整的平衡，很困难。年纪越大越困难。昨天我提到说有关这个酒魄哦，我觉得用酒魄这个字比较容易去形容。酒魄就是在这个字幕上面这个酒魄这个一个米字旁在一个白，那个叫酒魄。那当然也有叫酒糟，那个糟是糟老头的糟哈。不管是魄或者是糟，或者我们讲糟粕这样的名词呢，其实都是一个贬义，指的都是剩下的东西，而且是剩下不好的东西，或是剩下乍看之下没有办法再利用的东西。很多东西也许是这样子吧。兄弟队的职棒兄弟队的之前的前领队好像洪瑞和吧，他提过说，他们在选秀的时候呢，不追求一定要选那种旅外归国的这个小联盟的选手啊，职棒小联盟选手，或者是说一定要选择在国际上很有战绩的选手，他们会去在私底下招募的这个兵里面呢，在二军里面锻炼所谓的沙粒，在沙粒里面找寻珍珠，就是说，因为有些人只是怀才不遇，并不是说他真的能力不足，他也许不能像上大联盟或者是到美国、到日本去投球、去打击的这些选手一样，但是那毕竟你要出国，那个竞争机会本来就是很少的，而且有些人发光的比较快，有些人是在国际上因缘机会就崭露头角了，所以那些剩下的人怎么办呢？因为打比赛的人这么多，参加球赛的人这么多，那这些人难道他真的就是全部就是实力了吗？就是糟粕了吗？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吗？不会的。所以他坚持，也不是坚持了，他认为说都是人才，除非你是真的是超人才、一流的人才，一流的人才他也请不起了。那他倒不如在这个所谓的糟粕之中、沙砾之中找寻珍珠。珍珠也可以是一个贵金属，好贵金属、贵食材哈，珍贵的东西，但它就没有办法跟同样大小的钻石相比，所以他不要求钻石，他只求在沙砾中能够找到珍珠或找到玉石之类的东西，这样组合出来的球队可能就有一定的战斗能力，而不见得是一定要靠一颗钻石，然后来因为其他的队友会变得比较沙砾。那之前的兄弟队的战绩也蛮好的嘛，所以他这句所谓的在沙砾中寻找珍珠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名言。如果各位有在看棒球的话，回过头来，我们谈酒粕酒糟，所谓的糟粕的问题。昨天我有提过说，在葡萄酒酿造完之后，初始酿造完之后，他们不管有没有浸皮时间长或短，他最后会把这些
这个酒皮啊，葡萄酒的皮啊、种子啊、果肉啊等等的，甚至还有一点液体，这样把它捞掉。哦，这个浸皮时间长短，但最后都会把它去除掉。那剩下这个东西再经过过滤之后，可能再去已经发酵完成了嘛，过滤之后再去陈年。那在清酒那边呢也是一样，就是有这个发酵桶里面最后会有曲菌啊、曲米啊、曲菌啊、一般的真米啊、酒母啊、酒母就酵母，甚至有点乳酸菌啊等等的，或是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新的化合物等等的，这些东西包含气泡哦。这些东西呢，在装瓶之前呢，如果只是轻微的过滤，用比较大的筛子去过滤，保留比较多那些粉状的米粉状的物质的话，那样出来的酒叫做浊酒混浊的浊酒的酒，混浊的浊酒。如果说它在经过第二次的过滤，更精细的过滤，这个看你要做到多精细的程度哈。这之前过滤方法，我之前也有提过，请去看之前我提过的一些影片。那如果把它过滤到很清澈，它就变很清澈的酒哈。这句话好像有一点重复，但是就是变成很清澈的酒，这种酒叫做什么？这种酒叫做清酒。所以浊酒是不是清酒？浊酒如果就是以浊和清来比的话，浊酒不是清酒。但是如果你把清酒把它扩大定义成为说是用米酿造的酒的话呢，浊酒也是清酒。这样讲各位可以理解吗？因为在日文里面它的分法是不一样的。那个浊酒还叫 nigori， 然后清酒的话 sake 嘛。但是这个我们外国人或者是一般人，我们就统称叫所有东西就叫 sake。其实 sake 这个字呢，应该讲说就是米酿造的酒。你要讲清酒，这样单纯讲清这个字有一点不太对哈。回过头来讲，就是说这些当浊酒变清酒的时候，捞掉一堆东西，或剩下一堆东西哈，捞掉就剩下了嘛。然后刚刚讲酒粕，这个葡萄酒酿造这些把它去除掉皮啊什么这些东西呢，这些都是糟粕之物，不管是叫酒粕、酒糟或是糟粕这些东西呢，大部分的酒造呢，或者是酒厂呢，是觉得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酿造的酒都已经进桶子了，或是装瓶的葡萄酒可能放在这个如果是清酒的话，可能是放在这个发酵槽珐琅桶里面去稍微存放一段时间，等它稍微稳定一点，低温底下，然后再把它装瓶，杀菌装瓶，或是有没有生酒就直接上市都有可能。那或者是直接就装瓶然后上市，也有可能新酒西伯利大队就是他就完全不做太多的处理，生酒的方式直接上市，让大家喝到最新鲜的口感。但是这些都是属于真正的已经成为干净、清清爽爽的酒的状态下去呈现出来，包含浊酒哈。可是那些糟粕怎么办呢？糟粕呢，我先讲这个清酒好了，因为清酒这个部分呢，其实日本因为在酿造过程中米剩下的东西会比较多，就是那个酒粕会剩下比较多，剩下比较多的话呢，日本人通常是不会去浪费这一块部分，大部分的酒造，所以这些酒粕呢，它里面可能还带着酒精的成分，湿湿的，然后会有一个酒粕特殊的味道，最主要是氨基酸的那种味道哈。还有点发酵的味道，还有一些在酿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这个味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它不是你不能讲说它很香，但是也不能讲说它很臭，它就是一个发酵过的味道哈，不像清酒这么的干净哈。但是这样的东西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我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一般以前早期有流行一个叫做 Pitera， 就是那种用在那个 SK2 啊 Pitera 那种什么，就是日本
酿造酒的匠人常常去摸那个米啊，然后去拌这个酒槽啊什么的，这个他们的手会常会接触到这个米相关的这些过程中相关的各个阶段的这个步骤的米，然后里面某些元素叫做它叫 pitera， 我不晓得 pitera 是什么，这 pitera 这种东西在里面特别多，所以这个匠人呢，一般来讲他们的皮肤啊可能都手啊都特别的柔细洁白柔细，这个又泥泥北泡泡，所以呢，在酒粕里面呢，其实也隐含有类似这样子的，不是隐含啦，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在。那当然这是属于美容的范畴，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不谈美容，就单纯谈这个酒粕剩下的这些酒粕呢，其实又分成两种。如果说里面有很多的水分，这里面的水分基本上几乎就是酒了那他直接把它拿起来装成袋子之后，他们通常都是用一般的袋子这样装起来。如果是在酒造里面卖的话，那也有要销售到这个百货公司啊，或者是一些专卖店的话，它可能会比较讲究，它可能会用制作精美的袋子把它装起来。然后这种都是生的酒粕就是生的湿的酒粕，通常都比较重，可能1公斤或几公斤在卖。那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称为它叫做湿的酒粕，但是有湿必有干嘛，干的话就是再把它压得更离心啊，或者在压榨啊，让这些水分或酒体散失掉，让它变得比较少，而且通常都把它压成平平的，叫做平板那种平板状的，所以好像叫板粕吧，还是就是那种类似有点像厚实板这样子的状况，一片一片的。那这种叫干酒粕。湿酒粕和干酒粕的差异是里面的酒精含量的有无，还有除了酒精之外，还有一些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产品多寡。所以湿酒粕理论上来讲是比较味道比较丰富的。那干酒粕的话呢，它就是比较稍微可以长期保存这个其实换个角度讲，有一点像是 cheese 那种，也有那种比较湿的那种 cheese， 也有把它做成干的乳酪那种感觉。那不管是湿的或者是干的，酒粕也是这样，不管是湿的或干的呢，它当然没有办法像乳酪一样说这直接拿起来吃，直接拿起来吃也不是不行，但是很少人这样做，通常是把它当做调味的料理料理的调味剂。比方讲说，因为它里面很多氨基酸，就有一点类似味素的功能但是它的味道又比味素风味还要广，因为它很多东西嘛，除了氨基酸之外，它甚至还有残糖，甚至也有一点酸味，然后还有一些各种香气的物质等等的。所以为什么这些日本酒造会把这些拿出来贩卖呢？分了湿的或干的，看你的需求。干的想当然就是主要目的是因为它可以放的比较久，但是不论湿的或干的，它基本上都不能够无限期的放，特别是湿的，它一定要放在冰箱，干的也是要放在冰箱里面。你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这个多少时间我也说不准要看那个酒粕的状况，你就要把它处理完毕。处理完毕就是拿来使用，可能煮汤啊，煮味噌汤啊，煮什么石寿锅啊，煮这种鱼汤啊，煮肉汤什么都可以加一点在里面。那加的时候味道会变得非常丰富。用类似味精的概念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只是它们都是天然的。所谓的湿酒粕、干酒粕，那干酒粕我暂且不谈湿酒粕这种东西呢，通常大概几乎都在酒造里面才买得到，因为这个还有运送的问题我把这个湿酒粕呢，跟湿的日本酒粕呢，跟所谓葡萄酿造剩下的酒糟你也可以叫它酒粕了酒糟就是有葡萄皮啊，有果肉啊，你把它捞上来的时候呢，把那个酒和这个糟粕分离的时候呢，这通常也是都湿湿的，里面还是会有水。它其实本质上跟这个湿的酒粕，日本清酒的湿的酒粕是类似的东西里面可能也有酒，然后这时候也有一些残存的糖分在。
是，所以这两个东西呢，里面有酒，然后又有一些残存的糖分，还有一些死掉了或者还剩下半死不活的酵母等等了。这两个东西呢，其实还可以做第二种运用，除了拿来煮东西，这个葡萄的酒粕我没有听过有人拿来煮东西哦，因为这个毕竟还有皮啊，还有什么有的没有的，所以它不会像清酒的酒粕一样这么容易溶在这个汤里面。但是呢，因为它们都是湿的，而且还有糖，还有这些剩余的酒的东西，所以不管是葡萄酒造或日本酒造呢，都会利用这个。不是每一个酒造这样做，但是有少数的酒造会利用这样的东西来做一种新的饮料，就是什么饮料呢？以日本酒来讲，叫做酒粕烧，烧仙草的烧。以这个葡萄酒的酒粕来讲的话呢，这你叫酒粕烧吗？这个应该叫做。其实它可以把它称为白兰地，为什么？因为白兰地是葡萄酿造完再去蒸馏的嘛。日本酒所谓的烧这个字呢，就是烧酒这个烧，所以各位可以知道说，等于是利用这两个东西进一步去制作成为酒精度更高的蒸馏过之后更高的蒸馏酒。然后这种蒸馏酒就好像我们讲玉烧、荞麦烧、米烧一样，这种东西的所经过2次的发酵，这时候品质已经比较不好了，然后它会在蒸馏之后产生的酒呢，叫做酒粕烧。其实它也是米烧的一种了哈，但是因为米烧是不是利用糟粕去酿造了？它这是用糟粕去酿造，所以这个叫酒粕烧。然后这个呢，一般来讲，它也是酿造完再去蒸馏，然后再产生的这些高酒精的蒸馏酒，因为他们不用烧这个字，我们姑且就把它称为白兰地，因为它基本上其实跟白兰地是一样，只不过它的原料不是纯粹的葡萄，是葡萄酿造完剩下的这些酒粕。在提到怎么去继续做第2次酿造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酿造过程中一定要有糖分，要有水分，要有糖分，还有酵母嘛。所以不管是酒粕或者是葡萄的这个残余的这个我们讲渣好了，葡萄渣，它都还会再加入新的葡萄汁甚至是一点酵母菌，如果有的话如果需要的话。这边也是一样，要加入酵母菌，要再加入新的蒸米，然后再加水下去，再加曲菌下去，就是等于把它相当于做第2次的发酵一样。本来原本发酵需要的哪些东西，这边也要再同时再加进去。可是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的并不是真正的葡萄酒，你是要或者真正的清酒，你是要把它发酵成为酒之后，利用残存的糖，再加入额外的。甜分、糖分进去做第2次的发酵，产生的这些新的酿造酒呢，各自再去蒸馏，就会产生新的蒸馏酒。以葡萄酒来讲，这样的蒸馏完的东西呢，你可以讲说是，如果用日文的讲法，可以讲葡萄酒烧啊，但是没有人再这样讲。但是你也可以讲白兰地，但是也很少人这样讲，而且以葡萄酒来讲，比较少这样去做。这样类型的酒呢，在意大利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也不是每个酒厂都会这样做。以这种葡萄酒渣去加上葡萄汁，再加上一些糖分就是葡萄汁的糖分啊，然后加水，然后再做发酵、再蒸馏的结果呢，产生的这种白兰地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在意大利叫做 GRAPPA GRAPPA，中文要怎么翻译啊 ？Grappa 好像就叫 Grappa。然后我之前有一个酒友就把它取名叫做渣酿白兰地用渣去酿造的白兰地。这个其实我觉得名字取得相当好但是渣酿白兰地毕竟是比较平铺直述的讲法。
grappa 的话，就是有一点，虽然意大利文可能 grappa 也是一种平铺直述的讲法，但是 grappa 对我们来讲就是另外一种等级的高酒精的葡萄的蒸馏酒。那你可以把它当成像白兰地看，可是它通常 grappa 是通常我讲通常是不入桶的，是白色的，就是无色的。然后这种 grappa 成年之后也非常好喝。事实上，我非常喜欢 grappa， 因为它真的水果风味呢，那葡萄果的风味，其实越成年反而会有更多的变化出来。在什么地方成年？在酒瓶里面就可以成年了，不是在木桶里面哦。但是近几年来，也有某些的特殊的 grappa 是放在橡木桶里面去陈年，那就会有一点像是什么？有一点像是白兰地了。那这样的东西呢，我觉得倒不如 grappa 那种比较精粹、那种比较纯粹的感觉。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渣酿白兰地，利用这个剩下的酒粕、酒渣去重新加一些东西，最主要是葡萄汁啊，然后呢重新再去发酵，然后再去蒸馏。注意要加上蒸馏这个步骤，因为单纯发酵它做出来的酒绝对不会第一次做出来酒好喝。同样道理，这种酒粕呢，酒粕烧呢，除了酒粕和湿酒粕、干酒粕呢，除了可以直接拿来加在汤里面搅一搅，像做味噌汤一样，不是酒粕汤哦，是味噌汤里面加一点酒粕下去，让它更丰富，或火锅里面加一点酒粕，让它更丰富，把它搅一搅。那当然也可以用酒粕，也是一样加新的蒸米下去，让它取米、蒸米什么，让它有进一步再去做发酵哦，然后产生类似清酒的米酒，然后再把它蒸馏，变成所谓的不能讲米烧肉，虽然它是米烧肉，但是它基本上正统讲法叫酒粕烧。酒粕烧跟 grappa 就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石头里面找出珍珠的方法，因为酒粕烧和grappa， 特别是 grappa 可以卖的价格也不低哦，也不低哦，就是因为它是另外一个等级的东西，另外一种不一样分类的东西了。那酒粕烧呢，因为它有米烧存在，所以酒粕烧一般来讲，可能就不会像米烧这样子这么的价格会稍微低一些，因为毕竟它有米烧挡在前面嘛，米烧就是直接清酒再去蒸馏的啊，所以酒粕烧是你可以讲说有点废物利用的感觉，但是它无论如何，它做成这样的目的，不管什么烧，酒粕烧或者是白兰地grappa 这样的东西呢，因为它是蒸馏酒，酒精浓度至少都在25度以上，有些可能甚至更高，所以弄成这样的目的是：第一个不浪费，第二个蒸馏的东西呢，就跟之前谈蒸馏酒一样，只要蒸馏的东西高酒精度的东西，它都可以比较长期的保存。长期的保存呢，而且还会变化，就会有一些有一点陈年的概念在里面。我之前从意大利2003带回来的酒呢，在怎么快要2001年的时候拿来喝了，那 grappa 我放了快20年才喝，小瓶，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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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非常好喝。那我有喝过入过桶的 grappa， 那个是别的酒商进来的，也蛮好喝的。但是我觉得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我很怀念那瓶我自己带回来。当然它里面有一些感情的因素啊，因为我是跟之前的那时候的女朋友一起去意大利玩的时候买的，然后放了20年，很可惜他没有喝到。讲到后面就会有一点感伤了，但是，不管是酒粕烧酎、酒粕烧这个grappa 等等的，它都是剩余的东西，再去重新创造出来新的生命嘛。那我最近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蛮感叹的。那是什么呢？那是让我不禁想到说，像我们自己年纪比较大了，所以难道我们就要当酒粕吗？就只是当这种剩下的东西了吗？不是吧？这个酒粕里面都可以产生新的灵魂出来，而且这灵魂可能是更高贵的，因为它经历过了等于是2次的变动，一次是之前的酿造，第二次是之后的酿造，然后又再加上蒸馏。
3次的变动。那我们都期许自己能够成为米烧、酒粕烧或者是 grappa 这种更高等级的东西。当年纪岁月越来越大的时候，脑袋要增加越来越多东西，然后放下觉得自己不行的念头，因为你应该可以创造出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又不是年纪很大，对不对？希望这一集也是带给大家一些体悟。那有一点超过时间，超过15分钟，因为有些东西在讲酒的东西实在没办法一触可及啊，一下就把它全部讲完。而且呢，它有前后的道理在，然后加上我又是清酒跟葡萄酒并存的在谈，所以真的很难在15分钟之内讲完。我尽力了哈，尽力，但至少要在30分钟、25分钟左右讲完，像现在这样。好啊，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生活，生活，拜拜。